么可以在2025年的台湾21天没有任何讯号？安纳斯灾后21天，台南学甲区仍持续没网络、没第四台、没通讯，这就是民进党对待灾害的态度。这到底什么态度？灾后15天，乖乖醒着的时候，回他老家，门都被吹烂了。黄伟哲说：“高雄驰援队圆满完成支援任务，你是不是对政府有质疑啊？”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我今天看到这新闻，我他妈差点吐血。安纳斯灾后21天，台南学甲区仍持续没网络、没第四台、没通讯。陈亭妃在20号指出，西北地区仍然不稳定，第一时间无法得到救援，受灾户求助无门。学甲区秀昌里庄姓女市民表示，21天家里的网络、电视、行动电话全部没讯号，天，跟孤岛一样。21天没通讯，这什么概念啊？连基地台都修不好吗？怎么可以在2025年的台湾还可以有一个地方3个礼拜没有任何讯号啊？这就是民进党对待灾害的态度，真的是太夸张了。这是一个小的 YouTuber 乖乖醒着的时候，灾后15天，他回他老家。未来卡是难免，他卡到大门后面啊，来开一下冰箱。今天我们在讲救灾，你在那边跟我讲蓝绿。灾民不能讲救灾，灾民讲救灾，民进斗就有人说你是不是对政府有质疑啊？不是质疑，只是说我家真的很惨，这样子行不行？你被瞪整咖，我阿嬷的这个家是回不来的。你看老人家到现在没有回家。门都被吹烂了，不能质疑，15天了，我的天，疯子，这到底什么态度？7月20号，灾后15天拍摄的时候长这样，黄伟哲就说高雄驰援队圆满完成支援任务，还颁奖状给高雄市救难队，厉不厉害？高不高手？有没有抢？会告诉你，学甲区已经完成道路抢通、垃圾清运、环境整顿、灾后重建任务。哪里完成任务？啊，别再看磅礴啦！不要说屋顶有没有帆布啦，屋顶还是残砖断瓦啦。他跟你说，完成清运任务，清了2个礼拜还在清，清不完，全部吹烂。当天怎么睡的？蛮多这一种古厝屋顶上面都盖着帆布。这一间它本来是没有这么破，但没有住人。那这次台风过后，看起来就是更破了，屋顶全部屋瓦都飘起来，窗户都破掉了。这隔壁邻居本来没有破成这个样子的，三小怎么回事？会把邻居全部都拉上帆布了。这就是民进党的救灾。在柠檬茶讲到921的时候，我就想到这种事情。什么叫做民进党的救灾效率？真的是太荒唐。没有住中南部的人，你们不会了解中南部的家家户户，因为我们家都是那种屋檐，所以我们一般的家里面都会准备备用的，因为我们要出去找人家来用，不如自己修。但是这一次中南部最大的问题点在于，都是老人家，连龙哥我40多岁的人都会摔下来了，你觉得70岁的人会不会摔下来？干70岁不是摔下来的问题，实际上是摔下来可能就没了。而且下雨天之后，为什么爬很危险？烂泥会打滑，我真的不胡乱。那时候我嘉义，我哥哥打电话给我的时候，听到我一整天就没办法工作了，因为你家在漏雨。当天下午我就绕跑开车回嘉义了。我跑回嘉义的时候，下雨没有办法用，好不容易雨稍微停的时候，你马上就想修屋顶。前面是彰和院，还比较好修。问题是后面楼房要爬很高，大概是3层楼高。当我爬上去，干我就不小心滑下来，因为太滑了，那个楼梯砸到碰到靠背，我就想说怎么办？打电话给出工，拍谁搜一下，没人要做。我们当地人又会讲到外劳。问题外劳白天他们都在工作，所以你也只有礼拜6、礼拜天外劳会来赚这个钱，所以外劳这条路也不行。我自己都40多岁了，我的亲戚朋友们，他们年纪都比我更大，你不可能找他嘛。结果我打电话给我姐，有没有认识的？最后他就说，我们的堂弟不是在家里面，你为什么不叫他？为什么我不想要找我弟？因为我自己都怕危险了，我怎么会想要叫我弟也去危险？对，最后面还是只能靠自己。我跟你讲，很可悲，南部找不到人，所以这次赖清德真的是把南部人俩公促进派去啦，大天地就恁老爸老母、阿公阿嬷啦去北啦，就恁大弟北啦，都几乎冲他脚。光是清运其实最需要军队，因为军队是有大型机具，也有卡车的。又不让军队进来，每次大型灾害为什么一定要找军队？因为军队只要是陆军，他们自己都有自备卡车，工兵他们都会有大型的机具。
那真的没有大胆进去，有一些零散的，那需要靠人力来排除的，用那种人海战术下去，你这几千人在做就很快，整区可能就上万人在那边搞。成果榜都在积极的颁个奖，或部队就颁个加菜金，这不是标准操作吗？我不能理解是他妈的，我们灾后3个礼拜了，21天了，到今天政府还在摆烂，头皮发麻啊。因为他们就不用心。什么叫部队？3000个年轻人，你不要觉得3000个年轻人不多，你现在去台南村子调动100个年轻人就很了不起了。3000个年轻孩子1个礼拜就可以把整个村庄或者说好几个地区的问题都解决掉了。但是你要老人家，他们可能一day慢慢 Q， 慢慢用，北可以你当乱乱，假死干你娘，就要打你北。所以为什么不要觉得中南部人不会改变？你要去跟他们讲道理，他们是可以改变的。我那一天才看到我堂哥、堂弟、堂姐以前他们都是铁律的，现在我都看到他们在脸书的新闻下面直接在骂民进党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不要说不会改变，事在人为。嘉义人自古以来，我们都是很认命的。台湾第一穷的县，最卑微的要求刚好给我们电，给我们水，路要通。所以为什么我讲这件事情？去到那边你会吐血啊！旁边的电线杆全部倒光光，但是太阳能板都好了。绑得多坚固啊！真扯！很多人说汉光不打完了吗？对，部队还是没去啊？为什么？现在去不就打脸自己了？你现在到台南嘉义的乡下，路边还是看到一大堆垃圾，你信不信？贝啊木啊，那么几岁他哪倒得动啊？看了心情真难受。我们重灾区的灾民真的对921很敏感，虽然说已经过了26年了，但是这个伤痛一直都在。我有一个朋友一样30几岁，他现在遇到一个小地震，他还是会焦虑、犯恐慌症，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不能轻易拿来讲，尤其是像郭志辉一样，把它当成跟风灾的比较。2020韩国瑜院长选总统，国民党的政党票是9号，韩院长是2号，竹华县长是1号，刚好921，结果国民党南投市党部921来当他们的文宣，我看到的时候真的是当场吐血。虽然我是蓝营的选民支持者，可是连我看到我都觉得超级不妥，更不要想那些中间选民，甚至是绿营的会拿这个来攻击，也确实被炮翻了。我当下就知道完蛋了，不用玩了。所以连南投那时候都没有选你，就是风灾断电10几天。我们当初灾区的小孩断水断电1个月，有一些偏僻的地方甚至超过1个月。我们全部住的都是帐篷，因为我们埔里是个盆地，我们对外是一定要经过山洞，我们才能连外道路那时候全断。那时候大哥大还没普及，所以通讯道路全部中断。我们埔里完全就是一个孤岛。921隔天早上起来就看到我们国军的直升机直接来我们再去探勘，飞一下子之后就飞走。过了好几天，连外道路打通，政府的物资才开始进来。在这段期间，我们都是灾民自己互助，想办法撑过这段时间。断垣残壁，我家对面房子是全倒，真的尸臭味都闻得到。我为什么会从一个低调的人跑出来积极的参与政治？因为我小时候赈灾的时候得到外界的很多帮助，印象非常深刻的，尤其是国军下来救灾的阿兵哥，帮忙搬运物资或是帮忙照顾一些灾民。那时候对国军潜意识里面就产生一种憧憬，所以我长大我就去当职业军人，一路当了11年。我自己本身服役的单位也是我看到的直升机的单位，航空兵单位。民进党为什么可以轻易的拿灾民的伤痛来当政治的攻击手段？去年04、03花莲赈灾的时候，透过卫福部尽我自己绵薄之力捐款给灾民，我还 po 文希望抛砖引玉，一起捐款给灾民。所以我压根看不起郭志辉跟童子贤。童子贤好一点，因为他确实是捐了很多钱给花莲，但是他把这个东西政治化，而且是在投票的前几天做这个操作。因为04、03之前，花莲还有发生过一次大地震，叫做02、06，那时候县长祝昆萁，当时民进党监察院还特地派专人去清查花莲县府的善款的去向，查无不法。但是这一次的大罢免，他们这个手段继续在用，意图使人被罢免，所以我压根看不起童子贤。那郭志辉我不想讲，因为杨琼英我们灾民会那么生气，真的不想去讲到他，所以就希望历史哥利用郭志辉那个失言去针对823投票的琢磨。好，因为我们在去30岁以上到50岁这区间，当时都是还年轻人或是小朋友，我们其实很多都是有心灵上面的受创，所以我们不能轻易的被拿这个议题来当比较。油耗的选区就是921正阳集集镇，南投县民称油耗的选区叫做浊水溪县，希望大家保持热度，赢下823，让民进党知道他们真的错了。